你听说过人面犬吗？我是一名都市传说网站的专栏编辑员，而这次的都市怪谈主题就是人面犬。在审阅了几百篇之后，我最终留下3篇。当我深入阅读后，我才发现了这其中的恐怖细节。难道传说中的人面犬真的存在 ？Hello， 各位好，我是游戏鬼 K。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四门市的一些传闻。这次我们来玩一下它的第4个故事——人面犬。OK，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人面犬。依旧还是这种视觉背景图。我们是一个上班族吗？你相信都市传说吗？不相信。这是设置在这个主题专栏最上方的红字标题。专栏的内容很明确，全是网络上流行的都市怪谈和灵异事件。但由于企划下个月才正式启动，当前大部分板块仍处于空白状态。本该放置图片的位置显示着加载失败的提示，毕竟这只是面向运营人员的测试界面，我们不会是在一个大公司工作的吧？我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负责网站文字专栏的内容编辑工作。公司主营业务是视频板块，文字专栏全是用于丰富网站内容的辅助性产品。受经济下行影响，即便是我们这样的大型企业，也不得不缩减人员规模。由于身处边缘业务部门，我们岗位自然成为首批裁员对象。上个月还坐满20人的办公室，如今只剩下9名同事。你一直以来工作都很认真，这次肯定也没问题的。当面听到主编这么说后，哪怕我心中有1000万个不同意，能做的也只有点头。这次的都市传说专栏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一个人负责，以往2到3人共同完成的工作，如今全压在我一个人身。可报酬还是原来的标准，这世上还有比这更不讲理的事吗？深夜的办公室里，我长叹了一口气，完全不用担心有人听见我的抱怨，这算是加班到这个时间为数不少的好处了。打开邮件浏览之后，标记最后分类，从早上9点上班开始，我就一直在重复这个机械的流程。本次专栏内容采用了网站用户自由投稿的形式，截止昨天投稿数量已达到500多份，远超我们的预期。原本以为缺乏现金奖励会导致用户像以往一样缺乏投稿热情，但我低估了网站限量装扮对虚拟道具爱好者的吸引力。投稿的数量多虽然是件好事，但这又衍生出了另一个问题，大部分投稿的用户都是为了限量奖励而来，所以有超过1半以上的投稿质量都很低，其中甚至出现过数篇内容雷同的劣质投稿，8成是从某些网站抄袭了完全一致的文案。投稿的要求是必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主，然而还是出现了不少诸如从朋友口中听说的故事，甚至还有描述自己梦中出现的内容。部分投稿中附带了图片，但随便翻翻就能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图片中大部分都有 PS 处理的痕迹，还有些根本就是网上下载的图或者电影截图，这也不难理解，毕竟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人面犬这类动物。这个专栏是长期项目，每月都会有一个特定的主题，第1个月的主题便是人面犬。虽然没有深入了解，但知道这是一个在外国十分有名的都市传说。这难道就是人面犬？人面犬是日本平成元年兴起的恐怖都市传说，其形象为犬身人面、口吐人言的诡异生物。人面犬的头部与人类高度相似，通常为中年男性，面容粗眉细眼，嘴角带诡异笑意，躯干与4肢则保持犬类特征。有传言称，人面犬奔跑时速可达100公里，能轻松追上高速行驶的车辆。它的跳跃高度超过6米，可在大楼间飞跃，若被其咬伤伤口，会逐渐溃烂腐败。以上都是我通过人面犬在网络上检索后得到的答案。通过人面2字在网络上检索，还能查到与人面犬类似的其他妖怪传说，该不会是这种什么人面猪、人面牛、人面牲畜之类的一些怪物吧？人面牛，日本在天宝7年，也就是1836年，也曾盛传过人面牛这种生物。他们用汉字里的剑这个字代表人面牛，指这是一种人和牛组合而成的生物。在昭和19年，也就是1944年，日本保安课发行的报纸甚至还刊登过一则报道，称当地出生了一个4只脚像牛的孩子，这孩子一出生就能开口说话，说出了战争将在今年结束，并且还会发生流行性传染病的预言。像人面牛这一类的传说，在战争或者天灾发生的时候，特别容易在民间流传，而类似人面鱼、人面犬的传说，应该都是这一类妖怪传说的不同版本。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丝毫的真实感，就如同我预感的一样，只要在网上稍加检索，立马就能看到关于人面犬这个都市传说被夷为捏造的报道。尽管投稿的要求里明确标注必须是亲身经历，
但我在选稿时便已默认投稿的内容都包含了虚构成分。转眼间3个小时过去，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不久前我换了间公寓，搬进现在住的这个房间。因为前任租客退租后，空置了一段时间，租金比周边便宜不少。虽然通勤时间比之前缩短了半小时，但每天往返还是要花1小时左右。我明明知道，再不抓紧时间离开公司就要赶不上末班地铁了，可此刻坐在工位上的我，却完全不在意究竟几点才能下班。这个专栏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娱乐体验，并非真的要求投稿者必须亲身经历那些超现实的都市传说。直到1个小时前，我仍然是这么想的。在审阅了总计505篇投稿后，我最终留下了其中的3篇。这3篇投稿和其他投稿有着本质区别，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首先是第1篇来自网站用户 A 小姐的投稿。A 小姐，我是一名毕业3年的大学毕业生，家在东北地区。我要讲的事就发生在我家经营的民宿中。这个应该是他家的那个民宿入口。因为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父母便让我在自家民宿帮忙。其实从小学起，每逢假期，我都会在民宿帮忙，因此这份工作反而比外出求职更让我适应。我们家的民宿离镇子上的温泉不远，每逢假期都会有许多游客入住，而在平日入住的客人便寥寥无几。因为平日里的客人比较少，所以我对这些客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在这些零零散散的客人中，有一个常在每年6月入住的女人。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在我读大2那年的6月，因为父母同时患了重症流感，我便在周末回老家帮忙照看民宿。这个就是那个女人了。喂，还有空房吗？周6清晨不到6点，一阵沙哑低沉的声音询问道。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抬头时被吓了一跳，单听嗓音还以为是个男人，然而站在我眼前的却是个戴墨镜的中年女人。她手上抱的会不会就是人面犬？女人身穿一件褪色的淡黄色连衣裙，背着一个鼓胀的旅行包，怀中抱着一个用襁褓包裹着的婴儿。不用猜，肯定是人面犬了。婴儿肯定没有必要包成这样吧？这身装束搭配起来，透出一种诡异的不协调感。我愣了一会，很快点头表示还有空房，是2位吗？我用手指了指她怀中的婴儿问道。没错，干什么不可以吗？那天是我第一次遇到有客人带婴儿入住的情况，不知他为何反问我，慌忙摆手说没问题。女人的声音依然沙哑，不过听起来却没有之前那般低沉了。正当我把房间的钥匙递给她时，她突然问道，你在这附近见过像人一样的狗吗？我略加思索后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有见过。女人抓过钥匙，头也不回地踏上了民宿的2楼。后来我在网上搜索才知道，原来她问的是人面犬。至于她为何找这种东西，当时的我未曾深究。我从她的入住登记信息得知，她当时45岁，来自 F 省南部地区。我有点在意她的住址，毕竟很少有跑这么远来泡温泉的客人。我们民宿的住客大部分是省内和附近省份的游客，全国各地的温泉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实在不理解她为何要特意远道而来。第2次遇见那个女人是在我大学毕业后的第2年，那个时候我已经正式在自家的民宿里开始全职工作了。我记得那次同样是6月的某日清晨6点不到，她就来办理入住了。距离上一次已经过去了3年，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因为她的打扮几乎和3年前一模一样。褪色的淡黄色连衣裙，鼓胀的旅行包，黑色的墨镜，还有同样被她抱在怀中的婴儿。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待我意识到时，那女人已经住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赶忙将此事告知父母，因为我怀疑她有可能在拐卖儿童。向父母询问后，才得知原来她每年6月都会来入住。父母也曾好奇并问过孩子的来历，得到的回答却出人意料。这不是婴儿，是我的弟弟。母亲回忆说自己当时听到这话吓了一跳。女人随即露出诡异的笑容，用带不起伏的沙哑声补充道，开玩笑的，这是我养的宠物狗。说完，她掀开襁褓的下半部分给母亲看。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如果你翻的是上半部分会怎么样？母亲非常肯定地说，那确实是毛茸茸的狗身子，
由于我家的民宿是允许携带小型宠物入住的，母亲便没再说什么，只是简单交代了携带宠物需注意的事项。然而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真的有那么安静又老实的狗吗？在女人登记入住期间，我一次也没听到狗叫声，甚至没看到它动一下。还有，为什么要把宠物狗裹在襁褓中伪装成婴儿？是在担心被什么人看到吗？我们家的民宿是允许带宠物入住的，没有掩人耳目的必要。何况带宠物狗的事，是他自己亲口告诉母亲的。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然而那年6月，我却始终找不到机会验证这个想法。直到整整1年后的去年6月，那个女人果然又出现了。她依旧身着同样的装扮，怀中抱着某种形似婴儿的东西。那一刻，我心中的好奇心战胜了一切。当女人在柜台前登记入住转身离开时，我快步追了上去。您拿错钥匙了。我佯装镇定地将正确的钥匙递过去。因为我的身高比她高出不少，当我靠近她身后时，借着俯视的角度，终于看清了那个所谓宠物狗的真面目。果然就跟我猜的一样，那根本不是狗，当然也不可能是婴儿。透过褪色的布料缝隙，一双浑浊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那一瞬间，感觉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立了起来。女人突然回过头向我问道：“你在这附近见过像人一样的狗吗？”我犹豫了片刻，才摇头回答说没有。也许就是这短暂的迟疑被她察觉了吧。女人露出了令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表情，她的表情中包含了厌恶、愤怒、恐惧以及其他复杂情绪。那时我才意识到她问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她并非想在附近寻找传说中的人面犬，而是在确认我是否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去年6月，她只住了1天便离开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而今年6月，她并没有出现。第一篇投稿的内容到此为止。投稿人 A 小姐并没有明确地表示自己看到了人面犬，但从内容可以推断， A 小姐认为女人怀中抱着的生物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人面犬。这篇投稿只有文字内容，没有照片。不过根据投稿中的情景来看，如果出现照片反而会降低故事的可信程度。第二篇投稿来自网站用户 B 小姐。B 小姐是某电商平台的网店客服人员，她投稿的内容包含了她和一位顾客的聊天记录。B 小姐，今年是我从事网店客服工作的第2年。我接待过形形色色的顾客，但如此莫名其妙的顾客，确实还是头一次遇到。6个月前某个周末的夜晚，我照例在家中值守。我兼职的其中一家网店要求晚上工作到10点半。由于店铺规模不大，夜间时段通常比较清闲。然而那个晚上却偏偏遇上了那位难缠的顾客。这家网店，我每周只排班3天，其余时段由其他兼职客服负责。如今回想起来，还是觉得自己很倒霉。如果那天不是我值班就好了。我重新翻看当时的聊天记录，记忆逐渐清晰起来。晚上9点07分时，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我收到一条顾客发来的消息。为什么不接电话？在回复消息前，我习惯地看了一眼后台的历史记录。此前并没有收到过这位顾客的消息，也查不到任何关联的订单记录。显然这位客人是第一次光顾这家店，可能是看错店名，或者是忘记切换到有交易记录的那个账号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不过网店客服这个职业，就算知道肯定是对方的问题，也要尽量装作不知道，一步一步引导对方。如果一上来就指出对方的错误，很可能会令一些性急的顾客产生过激的反应。你好，请问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装作没看见，他前一条消息重新询问具体需求。我通过账号信息得知方是位女性顾客。为什么不接电话？3分钟后他再次发送了相同内容。眼看装傻这招是没用了，我只能试探着问，您说的电话是指什么呢？我们这边没有接到过您的电话呢，是不是看错店名了呢？
5分钟过去，对方没有回复任何消息。正当我以为他已发现弄错商家时，消息提示音再次响起。那是一张照片，看起来是在家里拍摄的，一件皱巴巴的东西被摊开放在地上。因为拍摄的角度不是很好，所以只能勉强看出那是一件裙子。长裙上沾染了大量黄褐色的块状污渍，有明显是到货后才被弄脏的痕迹。接着他又发来了退贷2次，我猜应该是想说退货吧。我感觉这个客户可能并不是什么人类，而是人面犬。然而这件裙子显然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我们店里卖的全是童装。显然我也在想，被弄脏成这样的衣服真的能退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才会弄脏成这样？但这并不关我的事。这件衣服是不是我们店里卖的？要不你再确认一下是在哪里下单的呢？我觉得那个什么黄褐色的污渍应该就是人面犬留下的了。又过了5分钟，他发来了一个订单号和一个物流单号，当然2个单号都不是我们店里的。这个单号确定不是我们店里的哦，麻烦你看一下自己下单的店铺吧。说实话，当时我已经开始有些不耐烦了。结果他又发来了一模一样的消息。为什么不接电话？都说了我们没有接到过你的电话，你找错人了。他开始重复发送退货2次，我实在是不擅长应对这样的顾客。请问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店铺的？又过了几分钟，他发来了一张手机截图，截图上确实有我们的店铺，但只是出现在了搜索的结果中。他用裙子2个字搜索商品，而我们店铺只是恰好出现在搜索结果中的一家。说实话，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行为逻辑，不过可以看出他明显不擅长使用网购软件，而对这样一个无法正常沟通的顾客，我彻底失去了耐心。当时已过晚上的10点，马上要到下班的时间了，所以我就没有再回复他。第2天中午左右，我接到了网店老板的电话，他让我赶紧上客服账号确认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当天这家店没有我的排班，所以从前一天晚上下班后开始，我就再也没看过消息。打开客服账号后，我吓了一跳，消息栏显示着99家的未读消息。从前一天晚上的10点后开始，到次日早上的8点间，那个顾客发送了数百条消息。虽然消息的数量很多，但内容大多都是一些重复的语句。为什么不接电话退货，骗子还钱？这样的消息重复了数百条后，在早上的8点左右，他发来了几张照片。照片中那件长裙被撕成了碎片，散落在地上。碎片的边缘参差不齐，不像是用剪刀剪开的，更像是被人用手或者是其他什么工具硬生生扯开的。看来是遇到疯子了，任谁都会这么想吧。然而我的注意力却完全被另一件事吸引了。这位顾客发送的所有照片里都存在同一个诡异的细节。由于每张照片拍摄的角度大致相同，在照片的左侧都能看到一面全身镜。我靠，这就是人面犬！全身镜的底部印着一张中年男人的脸，那张脸离地面可能只有几公分的距离，真的是人头犬身，而且还在对我笑。他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狗啊？我也不知道。从照片拍摄的角度推断，他必须整个人趴在地上，才会出现在这个位置。怪不得这些照片给人的感觉如此奇怪。当意识到这些照片是从一个极低的视角拍摄出来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他为什么要趴在地上呢？照片中男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外加他那么似笑非笑的表情，让我感到毛骨悚然。之后我又仔细对比了这些照片中人脸出现的位置，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可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诡异。之前我一直以为是衣服或是围巾的部分，实际上更像是男人的身体。该怎么形容好呢？那样子简直就像是在一只宠物狗或猫的身上突兀地长出了一颗人的脑袋。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只好把事情的经过如实汇报给了网店老板。老板听后认为这位顾客肯定是个同行，
闲着没事来找茬的就把对方的账号拉黑了。那之后就没发生过奇怪的事，然而我还是会不时想起那些照片。那天发生的事，还有那位奇怪的顾客真的只是来找茬的吗？以上是第2篇投稿的内容。投稿人 B 小姐讲述了自己在担任网店客服期间，意外遭遇疑似人面犬的顾客。不过根据投稿中的描述来看，与其说是人面犬，不如说是人头犬更为贴切。长着人类头颅的犬形生物，会自己上网，甚至懂得联系网店客服人员投诉。单就故事性而言，第2篇投稿与第1篇投稿水准不相上下。但若从人面犬的刻画角度分析，第2篇的侧重点明显比前者把握得更精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投稿附带了聊天截图，但关键的照片证据却缺失了。可能是因为图片过期了，聊天记录中出现的照片缩略图都十分模糊，完全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只能依靠想象来补全投稿中出现的情景。最后是第3篇来自网站用户 C 同学的投稿。C 同学，我是个高中生，去年6月底，暑假前不久，在我住的公寓里，我亲眼看到了人面犬。我非常肯定自己没有看错，那是一只长着大叔脸的泰迪犬。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上的同学和朋友，结果没有一个人愿相依信我。他们说我在胡说八道，甚至说我是骗子，让我有苦说不出。这件事一直让我很不舒服，前几天偶然看到这个专栏，便决定来投稿了。我记得那天很准时，5点到家时，母亲刚好不在。我和班上的同学约了5点20在小区门口碰头。若是等母亲回家发现我要出门，肯定少不了一番唠叨，所以我便想趁着她不在家的时候，先一步溜出去。我家住在公寓的20楼，走到电梯口时，我突然想到母亲有可能会坐着电梯上来。我想到从消防通道下楼的话，一定能避开母亲回家的路线。消防通道光线昏暗，空气也很不好，平常几乎没人会徒步爬上20层楼。当我从21层下行至20楼转角处时，楼下突然传来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我吓了一跳，因为当时我根本没想到会在消防通道中遇到人，我下意识放轻了脚步。但冷静一想，对方肯定不是母亲，我完全没有害怕的必要，于是我又很自然地继续往下走。下行到18楼时，我意识到对方可能并不是在上行，而是我一样正在往楼下走。可能是我下行的速度比对方快，在16楼的拐角处，我看到了对方的背影。我吃了一惊，那脚步声是一只狗发出来的。然而更让我震惊的是，那只泰迪的背影居然和半年前我家走丢的狗一模一样。我家的泰迪是在公寓的楼下丢的，由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早已放弃了寻找的念头。小卷，我试着叫了它的名字，因为小卷是只很听主人话的小狗，我原以为它会立刻回头。想不到它居然跑了起来，头也不回的一路往楼下狂奔。它似乎是被我的声音吓到了，然而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于是追了上去，从18楼一路追到了14楼，看见它跑进了14楼的楼道里。后来回想才意识到，其实在我追赶它的过程中，已经有不对劲的事情发生了。泰迪犬普遍比较闹腾，只要一兴奋就会乱叫，我家的小卷也是如此。然而在我追赶它的过程中，我连一声狗叫声都没听到过。因为楼道中有窗户关系，光线相较于消防通道要好不少。在我追着他冲进楼道的那一瞬间，我才终于看清了他的真面目。那根本不是小卷，也不是只泰迪犬，甚至连狗都算不上。那是一只长着大叔的脸，却有着泰迪犬身体的古怪生物。我之所以能看清他的正脸，是因为他当时站在楼道中，转过头盯着我看。卧槽，这什么东西？喂，不准再追了！他仿佛在对我说话。
不，或许他真的开口了，然而我却告诉自己，那只是幻觉。我被吓得愣在了原地，完全忘了自己是正在追赶他的那一方。等我缓过神时，他已经跑进了楼道的尽头，消失不见了。那天晚上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结果被他臭骂了一顿。他说我不但偷偷跑出去玩，还编这种故事来骗他。我不知道该如何辩解，也没有证据能证明我的话。第二天，我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班上的朋友，想不到连他们也不相信我。他们说我在胡说八道，甚至说我是骗子。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证据，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说的话。为了争这口气，我带着手机又一次来到了公寓的消防通道。我打算拍下那只古怪生物，用它的照片来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然而这次我在消防通道中来回走了几趟，都看不到它的身影，所以我只能寄希望于最后一次见到它的那个地方。在公寓14楼的楼道尽头，并排有2户人家，东侧那户长期空置，实际有人住的只有西侧那一户。上次那只古怪生物消失的地方就是这附近。我战战兢兢地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位年纪看起来跟我奶奶差不多的女人。什么事？那个，我想问一下，有没有看过一只奇怪的狗？听到我的问题后，她盯着我的脸看了一段时间。没见过，应该是你看错了吧？她说完就把门关上了，完全不给我问其他问题的机会。在那之后，因为我没有其他头绪，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消防通道里看看。我也偶尔会到14楼，还碰到过几次那位住在楼道尽头的女人。然而至今为止，我都没有再遇到过那只古怪的生物。我很肯定那天发生的事不是自己的错觉，但始终没人愿意相信我。我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希望有人能相信我说的话。以上就是第3篇投稿的全部内容，与前2篇相同，这篇投稿同样缺少关键图片。投稿人 C 同学讲述了在公寓楼里看见人面犬的经历。这种生物在普通公寓楼里活动，长着一副大叔的面孔和泰迪犬的身体。单论外貌的话，确实和传闻中的人面犬如出一辙。虽然在形态细节上与第2篇投稿的人头狗身存在差异，看人面与人头的界定本就带有主观性。即使是一只人头狗身的古怪生物，在部分人眼中可能同样会被叫做人面犬。然而这篇投稿中让我特别关注的并非人面犬本身。实际上我挑选出这3篇投稿存在一个共同特征，都出现了人面犬与女人的组合。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吗？至今仍不敢完全相信，因此在挑选出这3篇投稿后，我反复确认到现在，本应发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3篇投稿均出现了人面犬与女人的组合。3篇投稿中的女人的登场方式截然不同，关于她们年龄和外貌的描述也较为模糊。然而直觉告诉我，这3篇投稿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联系。第1篇投稿中提到入住的 A 小姐家民宿的女人，首次登记时年龄为45岁，那已经是5年前的事，所以第1篇投稿中出现的女人今年应该是50岁了。根据 A 小姐投稿中的描述，女人在入住信息中填写的不止在 F 省的南部。或许是因为涉及个人隐私， A 小姐并没有在投稿中详细描述女人的住址。关于第2篇投稿，乍看之下似乎并没有女人的登场，但细读后就会发现那位奇怪的顾客所使用的账号信息里标注的性别是女士。尽管这个性别可能并不是用户的实际性别，可随意更改，但是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账号实际所有者或许是人面犬共同生活的女人，而非照片中的人面犬本身？我认为这样的假设才更加符合逻辑。一只长着人头狗身的古怪生物，如何才能搞到注册账号的身份信息呢？近年的互联网全部要求实名认证，如果没有一套真实的身份信息，是无法自由使用网购平台的。第2篇投稿中出现的照片虽然角度很奇怪，从 B 小姐的描述来看，照片应该是在家中拍摄的。前面的疑问可以再一次套用，一只长着人头狗身的古怪生物，如何才能合法住进一栋普通住宅呢？倘若存在一位和他同居的人，一切疑问都将迎刃而解。接下来是第3篇投稿。根据投稿中的描述，古怪生物最终消失在了14楼楼道的尽头，那里仅有1户住户。开门的是一位与投稿人 C 同学的奶奶年龄相仿的女人。这部分的描述似乎和第1篇投稿中女人今年50岁的结论相矛盾。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的直觉告诉我，或许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在这篇投稿中，投稿人 C 同学自称是一名高中生，
但从其描述的放学时间和母亲对他的态度来看，他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小学生，或许是不想在网络上暴露小学生的身份，他便自称是高中生。这种心理其实很常见。对于小学生来说，一个实际年龄50岁的女人，看起来和自己的奶奶年纪差不多，是否可能呢？通过简单的加减计算后，就会发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当前社会整体呈现晚婚趋势，但早婚现象依然存在。而具体到 C 同学的奶奶，我母亲所处的年代，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的结婚年龄可能并不早。也就是说，从年龄角度来看，第一篇和第3篇投稿中出现的女人，有可能是同一个人。第一篇投稿中，女人注意到 A 小姐不自然的举动后，当天就离开了民宿。而在第3篇投稿中，女人却没有把 C 同学说的话当回事。能否认为女人之所以忽视 C 同学的言论，正是因为小学生的话缺乏可信度？由此推断 C 同学是小学生的理论是合理的。第3篇投稿中没有注明事件发生的地点，不过从 C 同学登录网站的 IP 地址可以知道，应该是 F 省的某个城市。这一点也和第1篇投稿中提到的住址相吻合。实在是太巧了，真的会有这样的巧合吗？我的脑中浮现了一位中年女人和一只人头狗身的古怪生物，他们住在 F 省南部某个城市的一栋普通公寓14楼。即使外出，他们也会刻意前往远离自己住所的地方。他们总是避人耳目地活着，如果有被目击到的风险，就会选择远离该场所。他们会通过网购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并能很自然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似乎有一股奇妙的力量在不断吸引着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正一步一步地陷入那深不见底的泥潭中。3篇看似脱离现实的投稿，却在我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格外真实的画卷。我一度怀疑过有人蓄意投稿了多篇稿件，想要编造一个完整的故事。然而这个想法很难成立。投稿的3位用户来自不同的地区，年龄段也各不相同。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人总是会不自觉地关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我能预感到某种颠倒常识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间过了0点，地铁早已停运，我决定今晚打车回家。但在那之前，我还想确认最后一件事。即便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已在某种程度上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我依旧无法抑制内心迫切想要知道答案的心情。我将第2篇投稿中聊天记录里出现的物流单号复制到了搜索框中。物流单号没有问题，很轻松地查询到了相应的物流信息。果然，物流的轨迹显示，快递确实寄到了 F 省南部的司门市。同时，在待取件的那条信息中，出现了一个我十分熟悉的地点。那是一个快递寄存点的名称，就在我现在住的公寓楼下。该不会这一切都是真的吧？OK， 那我们第4个故事就完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